浆水菜，我们大西北的泡菜，大家爱吃，但不知道这个酸爽从哪里来的？是白醋吗？是酵母粉发酵吗？其实老浆水菜的酸不是靠这俩。小吃虽小，也有大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评论王老师。我们先把食材处理一下。小麦芹，它有自身的芹香味，特别适合炎热的夏天。一锅水烧开，烫芹菜，注意是烫，不是煮，断生就可以了。赶紧捞出，你看它还保留这个脆。摊开放凉就可以了，千万不敢见生水，不敢过凉水。如果见生水了，浆水菜一夜就发臭了。煮芹菜的这锅水千万不要倒，它有芹菜的本香在里面。我们就是要利用这锅原汤去做浆水菜。回过头来，一碗面粉，加点凉水卸开，调成这样细腻的面糊，把它缓缓地加进芹菜水里，成这种淡淡的面汤。这一步是什么作用呢？就是靠这个去发酵吗？其实说到根本上，用这个面汤水去发酵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有两个问题：一，它只能靠空气里的菌种去接触，太稀薄了，发酵的时长那就要足够长；二，杂菌太多，不好管理，容易发臭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要引入发酵的根本乳酸菌，它的来源就是这碗老浇头老面。老面大家都知道，酸酸的，相比酵母粉、白醋，老浇头里面富含乳酸菌。取一小块，用20度的2杯开加进来，搅一搅，把它融化开。这锅水温度一定要降到30度以下，不然引入的菌种就烫死了。罐子一定要干净，不能有生水，不能有油花。把汤锅水晾凉的芹菜装进来，等锅里基本凉透，把这个溶解后的老面水倒进来，也就相当于把乳酸菌接进去了。最后冲进浆水缸里，把菜开始淹没，加上盖，切记不要密封，让它自然发酵。这种方法3-5天，老浆水菜就成了。发酵的过程中，记得每天用干净的筷子搅一搅，让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气体走一走，这样浆水菜吃起来才酸爽的纯粹，没有杂味异味。捏到3天后，你看浆水菜的状态出来了，由绿色转化为发酵到位的颜色。干净的筷子捞一捞，首先是芹菜的芹香本味，再是发酵柔和的酸爽，浆水菜成了。除了菜，这个浆水也是个宝，就你直接喝，消暑清凉解腻，吃多少拿多少，吃完了再接续，拌面、拌饭、拌小菜，随你喜好。关注我们，学习更多专业的小吃创意技术，咱们下节课见。